的确，以往 Wavedial 的入门产品，我会觉得它是属于暖壶的这个类型。但是在 Wavedial 12这个钻石12代，就是像12.3、12.4、12.1这些产品上面，我觉得算是颠覆以往我对 Wavedial 这整个的印象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以往呢，观众朋友们可能看到我们大部分开箱都是一些 soundbar 类型的产品。这次呢，我们要开箱所谓真正的音响。然后在开始这次的节目之前呢，就是我们之后大概就会保持这个所谓1周2部的上片节奏了。那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们呢，就是请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就是你们的鼓励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好，那回归到这次主角，就是这个近100年的英国音响大厂 Wavedial 他们所推出最新的钻石12代系列。那在我左手边的呢，大只的它是所谓的Wavedial 12.4，那小只的是 Wavedial 12.3。就您购买的时候，当然都是以一对的形式存在啦。那因为今天画面有限，所以我们就各拿一只出来给大家看。好，那首先给这个不认识 Wavedial 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厂牌。基本上他们就是创立以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近100年历史。那他们一直以来品牌的定位就是做这种人人都负担可起的这种音响。那基本上它的产品从10000元级别书架喇叭，一直到10万元级别，这个都有。然后最近几年他们算是很积极的在更新产品线啦，像是前年他们推出了这个所谓的EVO4 气动式高音的系列。就如果你在10万元以下去挑选这个有气动式高音的喇叭，基本上你的首选就是 Wavedial EVO4。那当然在2020年他们也推出了这个所谓旗舰的30万元级别的 Elysian 系列。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Wavedial 它跟一些它推新产品的这个速度在近几年算是非常的积极，就让我们看到跟以往那种100年音响老厂不太一样的新气象。好，那接着我们来讲说这个 Wavedial 12代它跟上一代这个钻石11代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异。第一个就是 Wavedial 它钻石12，它在前面板的部分它采用了这个钢琴烤漆，然后它其他的箱体的部分是采用了这个木纹贴皮的处理。整个外观来讲，我觉得中规中矩啊。但是如果你说在入门喇叭那种3万到5万价位带的话，我觉得这样做工已经算不错了。就是你看看隔壁的这个 B&O 的喇叭，它小小的一个蓝牙喇叭就做得很漂亮，但是一个小小蓝牙喇叭就要卖5-6万块都不足为奇，所以就知道外观要做得美这有时候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的大。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底座，它底座使用的是金属角锥。然后钻石12代它的低音反射孔也从11代的向下的反射，它改成向后墙、向后方去做反射孔的这样子。然后单体的配置它也变得更加简洁上一代的 11.4 就是以大致的这个举例 11.4 它使用了4颗单体，那一个高音，一个中音，那接着2个是所谓的低音单体。对了，就是在音响里面，我们可以称这个，您可以讲说它是喇叭里面的这个小小巴。我们叫它专业术语叫它单体这样子。好，那 12.4 呢，它就是它只用了这个3颗的这个单体，就是一个是1寸的狮子软棒球高音，那配上2个这个 PP 盆的聚丙烯的低音单体。那这时候就会有观众朋友提问啦，就是你说 12.4 有进步，但是它的单体从4个变成3个那这样不是变相就缩水了吗？就是当然从单体的数量来讲，就是 12.4 它变少了没有错，但是一颗单体的好与就是等级好与坏，它有时候不是光看，你很难就从外观上去判断它好与坏啦。就实际上大部分的状况你都是要以耳听，就是你要实际听为主。好，然后加上这个单体一多其实有时候它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让很多单体都能准确的，就是同时发出这个声音？就好像合唱团人很多的时候，这个指挥老师要怎么让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很精准的踩在拍子上，这也是面临到的难题。那接着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分配每一个这个单体它的音域的宽广度？就是喇叭它为了要分配每一个，假如说高音单体你要唱多宽的音域中音单体你要唱多宽音域，低音单体你要唱多宽广的音域。在喇叭里面，他们甚至还做一个所谓这个分音器的电路。
那这个单体越多的时候，这个分音器的电路它就会越复杂。那分音器设计不好，其实它就直接的影响到你喇叭的音色表现，然后还有立体感的表现。好，那接着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 Wolfdeal 12.4 这款喇叭，就是虽然它12.4只用了3颗单体，但是我觉得它的音色表现比起以往的 Wolfdeal 喇叭来讲，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它听起来更有水准。就是第一个，就是在它的清晰度方面，就是以往的 Wolfdeal 给人可能会是那种暖暖糊糊的印象，但是我觉得钻石12代它在这次的解析度上面来讲，是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然后它整个高音延伸也变得不一样了。然后接着我们来讲低音，就低音的部分，12.4它的低音也非常的低沉，并且你听起来它并不是肥厚的那种，就是它低音虽然低沉，但是它的量给的不多不少，就刚刚好，所以反应速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迅速，然后声音也是低音来讲很干净，所以整体的话，钻石12代我觉得它算是一种轻甜的走向。就是气势虽然不是爆棚的类型，但是像我用 NAD N10 的扩大机，或是用雅马哈那个 A6A 的环绕扩大机推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视听室空间大概10几20平，它听一些交响乐，基本上我觉得或电影配乐，我觉得算是有水准的。那12.3跟12.4的差异，它其实就差异在整个箱体体积还有单体的大小。就是在低音单体的尺寸上 12.3 都小了一点，然后气势上就不会有 12.4 那么好了。然后接着这个时候可能又有观众朋友提问说，那你建议说这种小的落地跟大的落地要怎么去做挑选？基本上我在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跟买电视的时候常面临到的问题一样，就我会建议观众朋友说，如果您今天第一个您空间摆放得下，第二个，你预算又刚好有到，就是因为通常小的落地喇叭跟大的落地喇叭，它们价差并不会那么大。那这个时候，您就自然而然就应该选择大的这种，就同一个系列里面选择大的落地喇叭。好，那当然 Wolfdeal 这个钻石12代，它的这个好评价，就当然不是只有我们店家自吹自擂这样子，老王卖瓜，就是英国的一个权威杂志 What Hi-Fi 他就给这个钻石12代的这个书架喇叭 12.2、12.3，就是我刚刚没有提到，其实这个钻石12代还有出书架喇叭 12.0、12.1、12.2。What Hi-Fi 杂志给予这个 12.2 还有 12.3 是5颗星的满分好评。然后尤其在 12.3 这款落地喇叭上他给他的这个通常讲评都会有优点跟缺点嘛。他 What Hi-Fi 在这个缺点的点评上就讲说，我在这个价位带我真的是找不出缺点啦。对，那这个原文的连结我们也会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What Hi-Fi 它原本的评论，就是我们是没有乱编的这样。好，那整个系列呢，它不只可以听音乐，那 Wolfdeal 还有推出这个 12.C 的中置喇叭，就是你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你就可以搭配 Wolfdeal 12.C 中置喇叭，还有一对这个假如 12.4 落地喇叭，然后接着再搭 12.0 的后环绕喇叭，你就可以组成一个 5.1 的剧院。那原厂的网站上，还有针对这个钻石12代所提出来一些新的一些技术特点，我们也带就是观众朋友大家来看一下他们的 Wolfdeal 的官网。那网站有强调，这次单体的音圈线轴它采用了不同的材料，就是这个价位带通常不会出现的树脂与玻璃纤维的复合材料所制成。那这边可能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就是什么是音圈线轴。就是我们先播一下这个音圈做动的时候的动画给大家看一下，也就喇叭单体运作的时候的动画啦。简单来讲，音圈这个结构它是由导线包裹着音圈线轴，然后这个结构外面又包着非常就是强力的磁铁，然后如果您的扩大机送电给这个音圈，按照这个国中物理课学过电磁学嘛，你有学过这个安培右手螺旋定则，就是你送电给这个导线，螺旋形的导线，它就会产生磁场。那这个磁场呢，在于你这个外部包覆的这个磁铁相互作用，因为你送了交流电嘛，所以它的磁场会变，所以它就会这个音圈线轴，它就会前后作动，去带动着这整个你去音盆去挤压空气。
好，就这边听起来很像这个在上物理课，就是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喇叭它运作的时候的概念。那以往这个金属导体所做成这个音圈线轴，它一直在前后移动，通过这个磁场的时候，它会产生所谓的涡电流 （eddy current）， 这跟可能微波炉的那种概念很像。那这个音圈线轴它就会产生，就是有涡电流嘛，它就会让这个音圈线轴变热。那变热了之后，我们刚刚不是讲说音圈线轴上面有缠绕导线吗？你变热之后，你再传到这个热传到这个导线上面，那久了之后呢，它的导线太热，就会影响它喇叭整个声学的特性，就会影响到它的声音啊。那像是树脂这种绝缘体所制成的音圈线轴呢，就可以避免就是涡电流过热的这种状况。再来是分音器的设计网站上有提到所谓的这个 LKR 24dB topology。那这个 LKR 代表的是 Langmuir Riley 滤波器的设计。当然，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就是一个科学名词啦。然后后面讲的 24dB 讲的是分音器采用所谓的4阶分音的设计。那好，这边可能有观众朋友讲说，哇，4阶分音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讲的说，声音在过了某个设定好的频率之后，它会以音量会以每个8度减少24分贝的这个趋势往下掉。那刚刚我们提到过，就是高音单体跟中低音单体，它就像合唱团一样嘛。那我们要去划分说，谁要去唱这个哆来咪，谁要去唱这个发嗦拉。那在电路的运作上，它其实没办法像你像合唱团切音符一样切的那么干净。它大部分的时候是让低音跟高音过了某个频率之后，低音跟高音单体过了某个频率之后，就音量向下衰减，然后两个交叠起来之后，就听起来是悦耳的。这是我们喇叭正常的设计。那接着可能就有人好奇问说，你讲说有4阶分音，那有没有1阶分音，有没有2阶分音？那答案就是有的，就是其实1阶分音跟2阶分音啊，就在讲说它声音过每个8度往下掉的这个量。假设你每个8度减少6分贝，那就叫1阶分音。如果是每个8度减少12分贝，那就是所谓的2阶分音。好，那这样讲好像很复杂吼。对，就是4阶分音来讲，它的确比较难设计啦，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你的喇叭用了4阶分音的这个分音电路就会比较好听，而且通常越复杂这个分音器设计啊，会让你喇叭在这个电能转换成声能的这个效率越来越低落。所以常常听到有人说，为什么它喇叭很难推？因为它可能分音器设计的比较复杂，那你声音在通过这个电路的时候就被吸收掉大部分的能量，最后传到喇叭发出声音的电能就只有一点点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讲效率很低，就是在讲这种状况的发生。但是像 Wolfdale 这种，它是连喇叭箱体跟单体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制造的厂商所以它可以很多的时候让分音器设计有更大的宽容性就是它可以改动箱体，它可以改动单体的整个材料或者结构，去改善这个整体喇叭的表现。所以像是 Wolfdale 12点，它虽然采用4阶分音的设计但是你看到 Wolfdale 12.3这款喇叭，它依然是有着89 dB 的高效率值的表现。那再来就是说，官网它还有提到说，特殊的这个箱体里面，你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它其实它讲说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木支架的结构，它可以让喇叭的声音，就是外面喇叭，其实喇叭发声的时候，你看它单体在前后震动嘛，其实它里面也是有声音的。那这个特殊的木支架结构，可以在喇叭发出巨大声音的时候，它内部的音量是非常小的，那就是也让喇叭的这个整个的受到震动啊，受到这种喇叭里面声音的影响的干扰，还可以降到最低。好，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就挑选几首歌录一下，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喇叭的表现。那当然，以往我比较少录啦，就是因为录音其实很多时候受到所谓第一个就是麦克风嘛，你1000块的麦克风1万块的麦克风录起来的感觉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大家大部分播放的设备都是手机，所以手机播放的话，在所谓的低音的感受度，还有那种整个气势能量的感受度上面就比较差了一点。所以当然还是建议说，就是你对这个音响有兴趣的朋友，你还是要亲自来店听听看啦。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 Wolfdale 12.4这对喇叭的声音表现吧。
to use their wings to fly. I just can't figure out, is it too late or too early? Is it right on time? I found a love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好，那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个喇叭的这个试听的 Wolfdale 12.4的试听的表现之后，最后又来到了总结的时间啦。就是以往我们在听一些入门级的产品啊，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喇叭有2个问题啦。第一个当然就是解析度不够，就是当然解析度不够，它指的是说跟一些音响级别，像我们常常听音响嘛，10万元的音响跟20万的音响相比，他们这个细节解析度落差太大，并不是跟所谓的这个桑巴产品相比，好不好？就是跟桑巴比的话，这些你看它几万、3、4、5、6万的音响，基本上它跟桑巴比，那就像拳王泰森跟女生对打那种量级的差距。好，那我刚刚讲说，它跟10万元、20万元这些产品细节相比，它有落差。它的落差那种感觉就会是，如果是10万元、20万元级别的产品哦，你听音乐的时候，这个细节你都不用很认真去听，它自己就感觉它自己跑到你耳朵里面。但如果是一些入门的产品，他们细节做的比较差的，就是你要很专心、很专心听，你才会听到一些音乐的细节。那第二点就是说，某些音响它入门的，它为了要抓住这个爱好，就是想刚入门音响的朋友，那他们有时候或者有些朋友他想要一套音响兼顾听音乐跟剧院，所以他们这种喇叭有的设计就低音设计的非常的肥厚。就是肥厚到有时候甚至盖过了一些音乐的中频甚至高频的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我听到有人用暖壶来形容喇叭哦，我下意识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个委婉的讲法，在讲说这个喇叭其实它解析力不够。的确，以往 Wolfdale 的入门产品，我会觉得它是属于暖壶的这个类型，但是在 Wolfdale 12这个钻石12代，就是像12.3、12.4、12.1这些产品上面，我觉得算是颠覆以往我对 Wolfdale 这整个的印象啦。就是它做到了像它的12.4落地喇叭，我们讲一下价格，我记得是4万多块，然后像12.3 3万多块，那它的书架喇叭基本上都是万元级别的。就是你在这个5万元 Wolfdale 它在这个5万元级别的价位带哦，基本上它做到了一个。就是你如果是音响入门的朋友，你基本上你完全不用去犹豫，你就是可以，我觉得算是可以盲居的等级哦。那接着可能会有朋友问说 ，Wolfdale 钻石12代它是适合听音乐还是看电影呢？那这个价位带其实我会建议观众朋友说，如果今天这对喇叭你听音乐的时候它是合你的胃口，那就是你觉得它细节啊跟音色有对你的胃口，基本上它听音乐 OK。他看电影就会过关了。那有可能会有人问说低音不够怎么办？那低音不够，你势必就一定要买一颗所谓的超重低音来补了，不管是10寸的重低音或12寸的重低音。我觉得以剧院来讲，就是买一颗重低音，这是在所难免的。好，那我们麦斯音响呢，目前也有展示这个 Wolfdale 它最新这个钻石12代的，包含12.4的落地喇叭，还有12.3的喇叭。那书架喇叭12.2部分也有展示，然后这款喇叭其实它有做几款颜色啦，就是有黑色，然后白色，然后白色还有做一些这种木纹的变化。所以呢，欢迎就是如果你对于音响啊、soundbar，对于这种家庭剧院投影机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就可以直接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或是我们的官方脸书，
那都会有小编，基本上就是每天呢准时的回复您各种的疑难杂症。那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就是直接来我们麦式音响桃园麦式音响，直接来实际感受一下 Off-Deal 这个系列喇叭的魅力。好，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大家还有任何想问的或想看的，都可以直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区直接留言。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